青春不曾放假，不同经历学习茁壮成长。有时眼泪要和笑容说话，吵闹对着温馨牵挂。人性的真善美，让梦想伟大。我们等你把爱散发，真情照亮四方，就尽情欢唱，歌颂友谊不间断。感情的种子在年月里发芽，每段旅程都有它的代价。今天看树上开满希望的花，明天甜美果子都挂满枝桠。人性的真善美，让梦想伟大。我们等你把爱散发，真情照亮四方，就尽情欢唱，歌颂友谊不间断。皇天在上，我崔大宝今天要向李胜春求婚，请你嫁给我吧。我们才看一次电影，吃一次饭，搭一次巴士，你就要向我求婚？不止，你还有坐过我的小绵羊，搭过一次的顺风车。我跟你又不是很熟，谈什么婚事啊？难道你没有听说过一见钟情吗？我跟你认识了这么多年，如果会一见钟情，早就一见钟情啦。我只是比喻。总之，青春短暂，时间有限。我跟你啊，就快要40岁了，就跟汽车一样，每一年都在贬值啊，快要没有本钱了。就算跌到刹车架，我宁缺毋滥，一点感情基础都没有，怎么结婚呢？感情嘛，结了婚后可以慢慢培养的。不行，我相信感情呢是需要时间酝酿的。谁说的？也不是在一起久了就会有感情的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跟校长啊早就成一对了。校长，你说是不是？有些事啊，有就有，没有的话，一辈子面对面都不会有结果的啊。你又知道我们没有？如果你们两个在一起的话，我怎么会不知道？没有，对不对？都说了，感情这种事啊是不能强求的。你说够了没有？还没有。你想一想，在你生命中有哪一个男的可以当众跪下来向你求婚？盛春，不要再浪费生命了。我给你3天的时间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这枚戒指还是属于你的。我等你啊。你永远是我的老大，你也永远是我的同学，我的朋友。杜老师，谢谢你。我会努力做个王子。俊良，你知道吗？你是第一个来到果菜园帮我的学生，还主动帮我施肥。我相信只要有耐心，总有一天你一定可以像那些果菜一样开花结果。我是被校长罚才去帮你的啊。我们打架的事你应该还记得吧？因为你们被罚洗厕所，怎么可能忘记啊？这块模型巧克力送给你，谢谢杜老师。当你需要冷静的时候，可以拿出来看看。我一定会回来看你们的。周俊良，这个给你，有空记得要靠我们啊。哇！谢谢你。你们干嘛？看来今天有人舍不得洗手喽。来，大家来拍情侣照。
备好了，1、2、3。都说我为你们开启一片天地，我说你们给我最喜欢的旅行，或许分不清，但至少我很确定，你们的笑让我变得老大再见，俊良一定要加油哦！要保重哦！再见了，你们再见，再见，一路顺风，再见。去呼吸，不管岁月更替，我知道有种幸福是因为珍惜生命给的真心。你今天很忙啊？你不是在考虑嫁给大宝吧？你知道吗？你最大的缺点就是在处理感情方面优柔寡断，真差劲。我知道，要不然我也不会到现在还是孤家寡人呐。我已经想通了，你想通什么？我决定接受。你不能接受大宝的求婚的。为什么不可以啊？我也接受调职。你之前又极力反对，这不是你想要的吗？我现在成全你啊！哎呀，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，调职是好事，可是你不能为了大宝，你要三思啊！我不止3思啊，我还5思6思呢。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，你不要再劝我了。哎呀，这是人生大事，你急不来的，你要给自己多点时间才行的。你说的嘛，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，更何况我的年纪又不小了，我为什么要拒绝？喂。这是给你的，还有礼物啊，这是郑南选的，他呀比我们更清楚你喜欢什么。到底是什么啊？你打开看看啊。哇，好漂亮啊！这是郑南走了好几条街才选到的。他呀，为了照顾我们2个老人家，去的都是我们喜欢走的地方。是啊，很多人都以为他是我们的儿子，都说我们命好，有这么一个潇洒又孝顺的儿子。你到底给我爸妈吃了什么药啊？从刚才站你站到现在。现在你相信我的话了吧？天地线我都打通了，你是我的人了。居心不良啊你！这次回去学校，学生好像都变了，变得又懂事又听话。最开心的是，训导主任和俊良的误会已经化解了。训导主任还支持俊良去学漫画，看到他们2父子和好，我真的觉得很感动。以为是亮星是对的，怎么突然间这么说啊？你不觉得你现在就像是快乐的小鸟吗？叽叽喳喳的，跟你之前比起来，简直是判若两人。是吗？其实我真的没有想过要回去，是他们的真心感动了我。当我看到花海的那一刹那，我差点哭了。这些宴宾功不可没，他真的帮了我很多。你再说下去，我就要吃醋了。金正男几时变得那么没有信心啊？不是我没信心，女人是很善变的。明明说好要一起去旅行，结果一通电话来，就把我丢下不管。要不是因为我的学生，我绝对不会把你丢下的。所以你的学生比我重要。你现在才知道，会不会迟了一点啊？唉，看来我要去找周校长，求他让我报读Tracy班了。对不起啊，你好像超龄了。那你就收我做你的私人学生吧。看在你对我父母那么好，我就破例一次，收你这个超龄学生。其实，我只要看到你开心，我就很开心了。
对了，我后天有一个同学会，我想带你一起去，能不能赏个脸？你希望我去？朋友都想看看我女朋友长什么样子。如果你不怕我丢你的脸，就带我去吧。当然不怕啦，你后天早点准备，我下班后来接你。2位，请支持我们的爱心行动。爱心行动？对啊，这是专为贫困家庭举办的。我们把他们的心愿写在卡片上，就像这些，让善心人士根据自己的能力认领，实现他们小小的愿望。很好啊，这挺有意义的。我希望每天都可以吃到妈妈煮的饭。我要一个新书包。好简单的心愿。那我们就多认领几个吧。我突然觉得我自己真的是很幸运，什么都不缺。如果让你许一个愿，你会许什么愿？我要找到一个很爱我的人。这个愿望太难了，我帮不了你。那你呢？你会许什么愿啊？我不用许啊，我已经找到了。人性的真善美，让梦想伟大，我们等你把爱散发。人性的真善美，让梦想伟大，我们等你把爱散发。相信大家已经很清楚明年要主修哪个科目了吧？杜老师还有一张。怡琳为什么没有选科？选不选都一样。怎么会一样？选科是为你们的将来铺路。难道你没有想过以后要做什么吗？以后我都不知道。好啊，那我跟他们一样。我选 FMB。我记得你很喜欢电脑设计，为什么不选这一科？可能以后可以往这方面发展。以后对我来说太遥远了。学烹饪好啊，一学会我就可以煮给我心爱的人吃。依琳啊，那以后我想吃的时候，你会不会煮给我吃啊？你又不是我心爱的人。好了好了，昨天老师在文武广场看到一棵许愿树，上面有很多穷苦人家的心愿。如果你们有空，可以过去看看，或许可以帮助一些人完成他们的心愿。老师，我们帮他们完成心愿，那谁帮我们完成我们的？就是喽。你们有什么心愿？我想出国，像怡琳一样。我也是啊。我也是啊。据我所知，教育部会给每一间学校经费，让学生可以出国交流。杜老师，不是每一个学生都有份的，只有那些读书好的学生才会被选中出国的。像我们这种人，几时才会轮到我们呢？只有处罚有我们的份。对咯。好，有谁没有出过国，请举手。原来有这么多人没出过国，没关系，老师尽量帮你们争取。耶！这样，那我要赶快准备我的护照了。我要去泰国，萨瓦迪卡。我要去日本，こんにちは。老师，我要去法国。我要去圣淘沙。圣淘沙那里是出国，圣淘沙在新加坡。因为我这么穷，我都懂啦。怎么都不知道啊？你要带他们去哪里呀？这要看你可以给我多少旅费。你还是这么冲动，去哪里做什么，经费多少你都不清楚，就要带学生出国，结果。只要你不反对这一切，我都会做。事情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的，我们学校的经费是有限的，而且年底我要搞个亲子大会。你只要拨出一些钱给我，要求不高，邻国也可以，不会花超过1万块。带学生出国牵涉很多问题的，人力物力不足，很容易出现状况的。不会的，我有带学生出过国，我有信心我能做得到。我也会叫郑南一起去，他也很有经验。好，那我问你，学生有没有护照？
如果没有护照的话，谁帮他们处理？你带他们出国，他们的父母会不会放心？这也是个很大的问号，你有没有想过啊？意思是只要我把这些问题给解决，你就不会反对，对吗？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一个答案，你可以回去先把计划书写好，让我看之后，我再让你知道啊。好吧。不好意思啊。会不会很奇怪啊？不错啊，很有男人味。不好笑。干嘛？在为学生出国的事烦恼？别提了。其实校长担心的不只是经费的问题，要带学生出国，责任的确很大，不能草率。我都说我会负责了，难道我是个草率的人吗？你怎么会想到要带学生出国的？你知不知道，在班上除了依琳还有小何，其他的学生都没有出过国。我想帮他们完成心愿。你错了，其实依琳也没有出过国。怎么可能？依琳经常和爸爸妈妈出国，她的桌上也有很多旅行照。都是合成照，是她自己做的。她一直不能接受她父母离婚的事，所以就做合成照，自我安慰。可怜的依琳，那我更加不能让他们失望，一定要帮他们争取到，让他们可以出国。我觉得你这个建议很有意义，我会支持你。真的吗？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经费，我想过了，我可以自掏腰包帮他们给。这样就没有意思了，他们也不会珍惜。那你的看法是什么？我们可以发动学生筹款，让他们参与。好主意，我们可以举办一个义卖会。要办一个义卖会比出国更难。还有什么方法可以筹款呢？我想搞一个义踏筹款。好啊，我们可以骑着脚车环岛游。你会帮我吧？我不是帮你，这件事是我一直想做的。合作愉快。思盼，饭做好了，快点吃饭吧。你们先吃吧，我做完报告再吃。你呀，真是死性难改，早知道不要让你回去亮星。妈，你别烦我了，我在赶报告。喂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啊，你的同学会，我竟然忘了。你到啦？还没。你不要紧张，你先去换衣服，我会等你的。不行啊，我正在赶一个出国计划书，明天就要交了。你要出国？我想带我学生出国，可是校长要看到计划书才肯点头。今晚我可不可以不要去？反正我又不认识他们，去了也不知道要说什么。那好吧。你会原谅我的，对吗？你说呢？你去忙你的吧。拜拜。哎，姐，你怎么还在这里？未来姐夫不是已经在楼下等你了吗？几时？刚刚啊。难道我看到鬼啊？他明明就坐在车里面啊，我看他在用手机，所以就没上前跟他打招呼。人性的真善美，让梦想伟大。我们等你把爱散发。人性的真善美，让梦想伟大。我们等你把爱散发。嗨。给我一杯酒。哇，你竟然比我还早。是你迟到。其他人呢？人都还没来，我是第一个。对了，你学校很忙是吗？搞到女朋友都没时间跟我约会。他是个工作狂，为了学生可以什么都放一边。之前就是因为他的学生被攻击，害得他都上不了飞机。
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无法无天。那天我也在场。你也在场？司马没告诉你吗？我还被打晕进了医院。哦，我还以为是他学生出事啊。的确是他的学生出事，不过受伤的人是我。对不起啊，影响了你们的旅行计划。没关系。哎，真南，彦斌，哎嗨，哎，嗨，怎么那么迟啊？是你们太早了吧？Hello。嗨。就你一个人啊？你的女神呢？他有事。每次都讲有女朋友，都不见你带出来，该不会是骗我们的吧？钻石王老虎哎，怎么可能没有女朋友？你的女神不是女的吧？他的女朋友的确是女的，还很漂亮。哎，他今天不在，我代替他好不好 ？Maggie， 这么多年吃不到，你还不死心啊？正南只要1天没结婚，我都还有希望。那你今晚要加油喽。好了，你们别闹了，叫东西喝吧。对了，我听师曼说他想带学生出国，再赶一份计划书。我们正在筹备经费，你也有份。校长不是很赞成，我觉得他的建议不错，所以就支持他。这么说，你也会跟他一起去？喂 ，Hello， 这么急啊？好，我马上过去。对不起啊，我有点事需要先走了。真扫兴，这么早走？改次再请你们喝。哎，拜拜。拜拜。哎呀，拜拜。来，我们喝酒。好，不醉不归。再多一杯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今天喝的真过瘾啊！不好意思啊，还有你送我回来。没有关系啦。哎，看台阶，看台阶。是吗？不好意思，请问你和金正男的关系是什么？你是谁？凭什么这么问我？莫名其妙。不知道杜老师会带我们去哪一个国家哦？最后还不现在留在家，找到钱再说啦。是说骑脚车筹款的吗？谁会这样好给我们钱去旅行啊？那怎么办？找其他的办法喽。你干嘛？肚子有痛啊？我跟你讲，不要乱吃东西了。我以为好了吗？喂，我知道哪里可以找到钱啦！啊，广场那边有一个背人比赛，6个人一组，背得最久的那一组哦，可以赢得奖金1万块，1万块哎！真的吗？我也可以参加。谁都可以啊。可是我们就5个人呢，少了1个人。我知道打给谁了。谁？你打给谁啊 ？Mr. Go， 快点来！文社和志祥跟人家打架。对，我们这儿文物广场，快点来啊！你们准备好了吗？相信
信你们都对比赛规则非常清楚了吧？好，比赛呢将会在下午3点钟开始，请大家准时在这里集合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Mr. Go，Mr. Go 来了。不是说你们2个都能打架吗？我不这么说，你会来吗？为什么要骗我？对不起，我们这是找不到别的人了。这里有一个耐力比赛，奖金1万块，我们想参加。如果我们赢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出国旅行了。怎么样的比法？你看，6人一组，3男3女，男背女，女背男都可以。坚持最久的一组胜利，有1万块耶！就这么简单？其实也没有这么简单的。比赛的时候是不可以吃东西的。还有，如果背上的人脚碰到地上，就算输了。小恒，跑到哪里去了？厕所。你看起来很不舒服。我泻肚子。比赛要开始了，怎么办？小何，你可以的嘛，不要害我们嘞！等下比赛的时候是不可以上厕所的嘞，上了厕所是等于弃权呢。泻肚子都没有办法，2人都忍不住。不如这样吧，我们在这里分头问人，看谁愿意参赛。好。喂你们好，想不想参加那个耐力比赛啊？嗨，对不起，你要不要参加这个比赛啊？你们要参加比赛吗？只需要1个人。真的不要啊？文胜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对不起啊，我们已经够人了。可是你朋友不是说你们少1个人吗？干嘛？是不是嫌我胖？我朋友是开玩笑的，我们已经找到人了。喂，这种玩笑可以乱开的吗？很伤人的。Sorry。找到人还不跟我说，害了我乱去拉人。你算了，找不到人也不能走的。大不了我背啦。你小心你的腰断掉啊！找不到人吗？没有办法啊。怎么可能？你怎么找到的？很简单啊，我先买了一个特大的蛙镜，1套潜水衣，1盏照明灯，然后下水去找。你干嘛去找啊？都说不重要了。骗你的啦！这条手链是我买回来的，想也知道啊，掉进水里怎么可能找得到？人性的真善美，让梦想伟大，我们等你吧。比赛呢将会在5分钟内开始，那你们想不想赢？有没有信心？Yes， 来，王主比赛，王主比赛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杜老师，怎么这么久啊？我已经赶过来了。等一下再跟你解释。来，只能赢不能输，坚持到底！耶！好，大家准备好了没有？等什么？快点背人吧！背1、2、3，来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我跟你一样，也是被他们骗来的。他们是想筹钱还旅费，才会来参加这个耐力比赛。杜老师，其实这个比赛很简单的，你不要一直乱动。这比赛呢，就是可以背得最久的那组赢，奖金1万块嘞。我昨晚1夜没睡，我怕会拖累你们。为什么没睡觉？你在我背上睡吧。不行啊，
这样你一定会掉下来的。我会抓稳你，不会让你跌倒的。越来越像老太婆了。糟糕了，迟到了。你说医生会不会保护主？好，耐力比赛已经进行了3个小时，来，我们来看看情况如何。黄组，哇，光头神探依然强壮，非常好。这个小不点支持不住了，淘汰。哎，竟然有参赛者在同伴的背上睡着。比赛现在只剩下3组在继续撑着，大家都显得精疲力尽了。蓝组，哇，年轻人一组，没有问题了。红组鸿运当头，很棒。到底哪一组会坚持到底呢？喂，你不要乱动哎嘛！你这很像一粒石头，越来越重哎。啦 ，Mr. Gu， 杜老师要滑下来了。我知道，可是如果我一动，就会吵醒他。对不起啊，吵醒你了。对不起啊，我竟然睡着了。我是不是很重啊？不会。如果真的累的话，就别死撑。我们可以找其他的办法来筹钱的。我不累，只要你不下来，我可以背你一辈子。比赛越来越激烈了，到底鹿死谁手？不到最后1分钟，连老天都不知道。大家加油！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不要担心。老婆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坚持下去的，这样我们才会有钱医病。老婆生病了，干嘛还带她来啊？有什么办法？她有癌症，我们为了筹集她的医药费，才来参加比赛的。我也有癌症啊，不如你们把奖金让给我们啦。哦，我看到了，蓝组的脚尖碰到地，对，今天的优胜者是黄组。杜老师，我们的奖金全都泡汤了，我们背了5个小时嘞。不要这样，我们撑很久，你真的了不起了。嗨，祝你早日康复。现在医学很发达，癌症已经不是绝症。你要好好养生，你会好起来的。我们是跟你开玩笑的。什么？我根本没病，也不是他老婆啊。你们怎么可以耍这种手段？是你自己支持不住才输的，关我们什么事啊？你试试看，站起来，慢慢来。好，1、2、3。没关系，再试一次。再试一次。
再试多一次。真的太像了。你的画真的越画越好了。校长好。好，校长坐。国安，今天感觉好一点吗？我看是好不了了。别那么说，慢慢来。你今天的气色看起来比上一次好多了。俊良画的。俊良，你很有潜能，你不学画画，真是埋没你的天分呐。怎么样，找到学校了吗？我问了几间艺术学院，他们都说我没有中式文凭，不肯收我，所以我暂时上网自修。很好，不要轻易放弃啊！成功的路不止一条，你选择这一条路比较辛苦，要有心理准备啊。我知道。校长啊，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帮俊良啊？人性的真善美，让梦想伟大，我们等你把爱散发。人性的真善美，让梦想伟大，我们等你把爱散发。盛琛，早。早。有事吗？你忘了吗？他还在等你呢。别闹了。我是认真的啊，伸头一刀，缩头也是一刀。你给我个痛快，我承受得住。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我跟你是不可能的。为什么呢？你给我个理由。我已经有男朋友了。你不要再找借口啦。你要我怎么说你才肯相信啊？除非你叫他站在我的面前，要不然我是不会放弃的。何必呢？不要浪费时间了。怎么会浪费时间呢？你是不是觉得我们进展得太快？没关系，我不会逼你的，我愿意等，你一定会爱上我的。拜。校长早。你跟作业老师？好，我答应你。等一下在周会的时候，我跟全校宣布你跟我的关系。何必呢？我这么做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那你到底要我怎么做啊？你什么都不用做，我已经想通了。既然你不喜欢，那我们就低调处理，保持这样的关系了。你想一脚踏两船啊？哪来的另外说穿给我他？那你跟崔老师？哎呀，你没有答应他？当然没有啦！你以为我这么随便的吗？人家向我求婚，我就答应。太好了，我太开心了。校长，这里是学校，我们低调一点啊。是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怎么是你啊？进来了，我都没听到。你心事重重的，怎么会注意到我啊？哪有啊？好消息，终于有商家愿意赞助我们的义踏活动了，出国的经费也有着落了。校长，你之前不是很反对我带学生出国，怎么又自己去找赞助商？只要不用我出钱，很多事情我都不会反对的。果然是嘴硬心软。你总算了解我们的周校长啊。校长，之前我是冲动了一点。有吗？我觉得比起你刚进来的时候好多了。好了，现在钱的问题已经解决了，接下来就全靠你了啊。怎么那么不像你呀？你可以笑一下，表示你开心吗？我先走了。他怎么了？
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啊？心情不好啊？有什么心事说出来会比较舒服。人是不可以相信的。其实昨天的比赛，我是故意输给对方的。我知道。对方根本没有得癌症，他说他只是开玩笑的。我真的是很傻，害得大家前功尽弃的。比赛就是这样，兵不厌诈。再说你也是一番好意啊。从昨天你赶到比赛现场，我就感觉到有心事，愿不愿意说出来？好，不想说就别说，你慢慢吃，我陪你。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哇，你叫了这么多食物，怎么吃得完啊？而且我也肚子饿了。人性真可怕，说变就变，一点预兆都没有。说一套做一套，难道不累吗？以前有人跟我说，千万不要轻易相信男人，我偏不信。没想到，我们这次应该好好谈一谈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彦斌呢？是他叫我来接班，看着你的。我不需要你陪我，你走吧。你就这么希望陪在你身边的人是彦斌吗？我知道你心里一直都放不下彦斌。你在说什么？我问你，你临时改变主意不跟我们去欧洲，是为了什么？我跟你说了，我学生出事了。不是，你是因为彦斌。不是因为他。那你为什么不敢告诉我，当时他也在现场，还受了伤进了医院？你在怕什么？那天你没有陪我去同学会，也是因为他。你很期待跟彦斌一起出国，所以才积极筹备，才会把我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。你为什么会这样想？你知道吗？昨天我也到了文武广场，当我看到你靠在他背后睡着的那一幕，你知道我心里有多痛吗？我以为我的真诚能感动你，以为你真的能放得下，原来我一直都是在自己骗自己。你不要冤枉我。不管我多么努力，也无法取代彦斌在你心里的位置。我们分手吧。这算什么？你这样对我，我都没有想过要跟你分手，你却恶人先告状。好，分就分。都说我为你们开启一片天地，我说你们给我最喜欢的旅行。或许分不清，但至少我很确定，你们的笑让我变得更平静。都说我带你们音乐变换四季，我说你们给我最美丽的风景。世界太拥挤，但透过你们的眼睛，我看到我自己。原来生命可以这样连在一起，从陌
陌生到熟悉，到最后变成了不能够分离。原来生命可以这样轻易，相互完成了彼此回忆。